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顶40度高温戴甲发现身成都，敬业满分却被嘲床单穿搭。40度高温下，赵丽颖假发套露馅，粉底汗湿成汤，4万块高定被嘲奶奶床单。粉丝怒斥造型团队5次翻车，她却硬扛着接现实题材新戏，用演技回击质疑。好作品才是女演员的真王牌。7月8日，名誉权官司开庭，键盘侠等着吃官司吧。赵丽颖在成都这波操作真是让粉丝心疼坏了。40度高温啊，姐妹们，地面都能煎鸡蛋了，赵姐愣是顶着厚重假发套硬扛。眼尖的网友直接逮住证据，头发分缝处假发网都露馅了，棕发底下还透出之前飘的粉毛。这操作简直在考验大家视力，刘海被汗水糊成一缕缕的，粉底和汗混成汤汤水水，化妆师怕是要哭晕在后台。要说敬业是真拼，可这最糟的特冤枉了。更绝的是那身行头，听说是某个大牌的高定，标签价4万块。结果呢？白布上印几朵糊了吧唧的粉花，侧身一看直接胖20斤。网友神吐槽，直接封神，这不是我奶压箱底的牡丹床单吗？好家伙，对比图往上一甩，笑疯一片人。4万块买这效果，造型师这钱赚的比捡钱还容易。4月份换团队后，赵姐5次亮相3次翻车。上次3个字对恋情传闻时穿得像睡衣，这回直接升级成古董床单。连脚上那双笨重防水台高跟鞋都没逃过审判，土的掉渣不说，配这身活像偷穿大人衣服。评论区炸锅了，造型师行不行啊？赶紧把以前那个会搞发型的神手团队请回来。前阵子带在人间冲国外电影节，本来挺露脸的事儿，结果被现场工作人员扒拉开主创站位，镜头抓的那叫一个准，网友瞬间炸毛。看不起谁呢？这是剧在国内热度一般般，国外倒是入围了，结果搞这出，国际路线走得比蜀道还难。圈内朋友跟我扒过，女演员头发那就是消耗品，今儿金明儿银，后天为角色直接剃秃。赵姐这头真发早被遭贱坏了，戴假发实属无奈，新戏要求品牌爸爸管得严，还是想护住那几根真毛。文汇报当年夸她有股韧劲儿，现在看着更像是被市场逼着硬撑。38岁生过娃的女演员，脸上挂点浮肿多正常，这次成都就被拍到脸肿。可市场管你这些，张嘴闭嘴就要少女感。姐们儿拼命接在人间这种硬茬戏，就想甩掉花瓶标签。结果呢？大伙儿光盯着她假发歪没歪，裙子显不显胖。看看人家孙俪娘娘封神之后，谁管她穿啥？好作品才是真王牌啊！对付黑子直接法庭见。上海某法院7月8号就要开审她的名誉权官司，粉丝集体放鞭炮告，往死里告，让键盘侠尝尝社会主义铁拳。这波操作够解气。眼下要紧是2件，法庭上收拾黑粉记准7月8这个日子。加赶紧换掉那个床单造型师，但想彻底翻身，还得靠硬货。在人间国外能入围就是敲门砖。网传他专挑现实题材的本子，这路子绝对正确。与其死磕少女感，不如憋个大招，下回直接甩个演技炸裂的角色，看谁还敢避避。赵丽颖在成都顶着40度高温佩戴假发亮相。一方面赢得敬业实至名归的赞誉，另一方面也因服装松垮被网友嘲讽床单穿搭，引发广泛争议。这一幕背后，不只是造型师策或天气挑战，更牵涉到艺人形象管理、公众期望、审美标准以及对演员努力的理解等复杂层面。下面是从多个维度来展开阐述，并在最后给观众朋友们传递一份温柔的思考与回应。首先，我们要看到赵丽颖这次的敬业表现，在40度C 高温酷暑下仍选择佩戴假发，
不仅仅是妆容造型师的安排，也反映了他对角色形象、整体视觉效果的高度重视。假发虽然自带造型便利，但高温环境中戴它会让人浑身燥热，不适难耐，体现了他对出镜形象的坚持和责任感。这种职业态度，从他出道以来就如影随形。他从不回避复杂妆造、重画到工，哪怕是清晨拍摄，他也会提早出现在镜头前进行反复定妆。正因如此，无数观众在荧幕上见到他时，总是被精致且气场十足的画面所吸引。然而，造型上的努力有时也会带来偏差。当服装搭配不够贴身，剪裁不够契合时，松垮的衣摆与裙摆就容易给人裹床单的错觉。特别是在镜头、直播、路透图等各种角度下，这种视觉错位立刻被放大。观众以网红般的吐槽语气表达惊讶，并将其推至热搜话题，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舆论漏洞现象。网络时代，任何一个瑕疵瞬间都可能被剪辑、放大、二次传播，形成即时的舆论风暴。从专业角度看，造型与仪态协同至关重要。一件服装价值几万元，并不意味着它能自动赋予仪态美感，更需要配合恰当剪裁、稳定走姿与高度自信姿态。如若肩带滑落、胸前松垮或裙摆脱的不稳，就会显得与价值反差巨大，从高贵端庄变成廉价粗糙。而当天赵丽颖在成都活动中，可能因天气闷热、走动频繁，或者流程较长，未能及时调整造型，导致那几张镜头成为争议点。此外，床单穿搭的嘲讽背后，是公众对女演员造型一次性完美输出的强烈期待。这种期待并非无缘无故，而是长期以来媒体、粉丝与娱乐产业在不断强化，每一次出现在大众面前，都必须无懈可击、零瑕疵。可一旦哪怕一幅抓拍图出现瑕疵，也足以引发翻车翻脸的讨论。这种环境下，艺人所承受的形象压力和公众审美焦虑，都远超表面所现。面对争议，也许我们更应该理解赵丽颖职业道路上的累与拼。从拍戏到宣传，从剪辑到高定试穿，每一个环节都见证了她的敬业与付出。这一次假发造型是团队综合评估后的决定，是为了呈现更角色统一的效果而做出的选择，即使可能带来不适，却也是他对作品与自我形象负责的体现。而服装松垮的局面，也可以看作一次阶段性的可修正反馈。真正的成长，不是零失误，而是在失误后及时反思，不断优化。现在更值得关注的是，他是否会借此机会强化造型与团队协作，是否会在下一次出场前进行更高密度的预判与调整。这类造型翻车事件对艺人形象管理团队而言反而有意义，它为下一次更精准的方向提供了启示。同时，观众也可以借此思考，在关注造型的同时，是否可以给明星留有一定的宽容度。毕竟他们也会有状态波动、不合身的情况，也需要被理解与尊重。从另一个角度说，争议也形成了媒体与观众的互动窗口。人们对于敬业与形象偶像的反差感，是舆论制造热度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在社交媒体时代，一次翻车足以引发万千讨论话题，而对艺人的观察维度则会从形象拓展至人格气度、心理承受力、团队默契度等更加丰富的维度。赵丽颖在回应中若表现平和、真实，也会以更立体、更坚韧的形象留给观众。实际上，我们也能看到，对裹床单的吐槽，更多是对造型不匹配氛围的集中反弹，含有调侃意味。它并不代表观众真正讨厌赵丽颖，相反，这种强烈讨论伴随着对她敬业、自律、职业态度的认同。批评与护航间的张力，其实是一个成名演员所经历的成长常态。最后，想给所有关注赵丽颖和娱乐时尚话题的朋友们一些温柔的建议：对明星容错心更多一点，他们也会如常人一样，遇到状态波动、造型搭配失误时刻。将关注焦点转向作品与态度，
一次造型瑕疵无法抹去多年来扎实表演与职业精神。理解团队协作的复杂性，完美造型需要造型师、摄影师、形象团队和艺人共同协作。鼓励形象塑造的多样性，勇敢尝试的新风格值得肯定，哪怕当下未到最佳呈现。反馈促进成长，正向批评、建设性建议是媒体环境中更有益的表达方式。赵丽颖这次挑战高温佩戴假发登场，虽因服装出现争议，但敬业态度依旧如初。希望她能从这次经历中吸取经验，在下一次亮相中以更精致的方式回馈大家。同时，也希望我们所有观众都能在关注美感与形象之余，给予明星和团队更多理解与支持。毕竟，他们每一次的付出，才是舞台背后最值得被看见的光芒。王一博再登高奢舞台，罗意威早秋大片质感拉满。LOEWE 罗意威全球品牌代言人王一博演绎由黑色亮面皮革打造的全新 Biker Puzzle 手袋，在豪华品牌和顶级艺人的交汇处，有一种化学反应能够突破传统认知，激发全新美学体验。王一博再次登上罗意威 LOEWE 早秋大片舞台，完美演绎出兼容优雅与先锋的时尚气质，瞬间引发全网热议。它不仅是高奢男模范本，更践行品牌精神，将质感拉满做到了极致。这种合作不仅是一场简单的商业联动，更像是一次关于当代偶像与国际美学对话的公开课。在视觉呈现方面，这次大片采用极简背景与深浅光影交织设计，呈现出的不是单纯的服饰展示，而是情绪层次递进的情感表达。王一博以一种几乎无声的气场出场，他的姿态、眼神、光影的呼应仿佛在演绎一个小型短剧，冷静、自信，略带神秘。他离开了以往的大众标签，进入了一种角色状态，既可以是城市精英，也可以是漫步森林的孤独旅人，甚至可以是触碰未来的时尚富豪。这种多维度身份切换，让人看到他的示范价值不仅体现在妆容与造型上的精致，更体现在由内而外的气质沉淀。从品牌角度来说，罗意威在近些年大胆尝试打破传统豪华语境，它不再仅靠 logo 加质感建立辨识度，而是在情绪叙事中嵌入生活态度。在这波早秋大片中，柔和但有质感的布料，略带松亮的廓形设计，沉静的配色，配合王一博的冷静演绎，完成了一次质感生活主义的示范。许多网友一线一致，这不只是服装，这是一个情境，一个态度。如果说过去我们看到的是穿上高端品牌的王一博，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是王一博成为高端品牌的情绪注解者。而王一博的选择与这种品牌哲学高度契合。回顾他过去几年的商业路线，不难发现他一直在用每一次代言和演出，证明自己不仅能驾驭潮流，也能够诠释高级感。他的代言从户外装备到科技，从赛车到文旅，从高端豪奢再到稳定的影视作品，渐渐打破偶像等于年轻消费群体的既定假设，成为一个全面具备生活影响力的人物。这一次在罗意威的呈现，是他在国际时尚舞台上的一次站台，也证明了他已具备跨文化表达的能力。从粉丝与大众反应来看，从微博热搜到时尚评论页面，关于本次大片的讨论度持续高涨。有人说，一博演绎的不是衣服，而是生活方式和国际硬核时尚也能被他诠释的信手拈来。这意味着他触达的受众层次不再仅局限在娱乐或粉丝圈，而是走进了城市精英与国际时尚圈层。对于品牌来说，这样的扩散路径无疑形成了跨界传播的深耕过程，从线上社区蔓延至实体橱窗，最后回流至品牌门店。纵观这次合作，王一博和罗意威体现了两种力量之间的共鸣。王一博的气质成长与罗意威的新豪华表达正处于同步演化期。王一博正在走出顶流偶像的流量型阶段，进入文化符号生活玩家的深层阶段，而品牌同样在努力从单一商品层面的销售驱动，
跨入文化表达情绪叙事的国际化道路。这种双向探索与验证，让合作不仅是一次商业选择，更是两种力量的融合。写到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王一博在时尚领域的持续验证，不是一次次的鲜艳海报能总结的。他正在不断拓展自己的形象边界，从偶像、演员、赛车手、网综嘉宾、代言人到国际审美表达者，而每一次跨界尝试，都在累积他的身份厚度与公众认同。对于王一博而言，这不仅是对自我塑造路径的深耕，也是对粉丝身份认同的集体教育，同时也是对行业的一种示范。他用自己的成长告诉大众，偶像角色不必被困于既定位置，时尚与生活风格可以由内到外逐步构建，深层次跨界需要的是气质与时间的沉淀。王一博仅是当代少数能做到在商业与艺术之间实现高品质平衡的人之一。最后，想对每一个看到这次大片并为之心动的人说，时尚不是盲目追随，也不是花哨包装，而是将自己融入到带有情绪与故事的生活场景中。不论你是不是时装圈的从业者，通过王一博这次的诠释，都能体会到什么叫低调的力量。愿你我都能从他的沉稳中获得启发，在喧嚣之中找到自己的节奏，在每一个关于美、质感、态度的选择中，活出应有的精致与自在。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